この白面の者に立ち向かう。好的，欢迎来到 S3 备战特辑。上一期我们已经知道女团的新技能介绍，以及我们的新建筑、人肉大炮、高级兵械，甚至是援助系统的所有搭配注意事项。那本期就来讲讲其他的部分哦。没错，就是我们的兵种系统，以及合体技能你吃下去到底会不会返还啊？那最后就是我们的 SP 武将、袁绍、董卓这些废将，还有那些武器你要不要留呢？本期一次告诉你。しか残ってないんだよ。好的，首先呢是我们的合体技的部分哦，因为在第二赛季的末端呢，很多人都在犹豫要不要为了通关而开合体技能呢。你吃下去的肥料又会在哪里呢？是直接消失在天上成为星星，还是会变成熔炉里面的残渣啊？好的，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下一赛季啊，合体技页面会多出一个按钮哦，你按下去就可以返还你的武将，但是呢，并不是直接还你当初的那个人形啊，你会得到一种像是武将代币的东西，而不是得到你当初吃掉的名将啊。所以若你的武将没有吃满心，然后就拿去合体技的话，那就代表要重新抽取这些旧版的名将了。徒儿奉献何在啊？像我这个账号的袁绍跟董卓都被我吃光了，而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会在后面的 SP 武将章节提到。在第二赛季啊，小兵基本上没办法做其他的事情，就是炮灰呀。于是，在第三季啊，多了强化兵种的选项，分别是拿着大刀砍人倒地的飞熊军，以及我们拿着长枪捅人浮空的青州兵，可以用远程射人击退的飞刀兵，以及我们打人没有什么屁用的泰山兵，但他可是铁憨憨啊，不知道有多扛就是了。而这些都会在系统20级的时候才开启。强化士兵的材料啊，需要一支随便的实心武将，以及我们的乌金啊。乌金只能透过熔炼名品来获得哦。而在第二季啊，系统防止你做了这件事。切换来我们狮仔的账号，他的武器基本上全部都满新的，但是呢，即使到我们的回收场啊，把他的熔炼选单勾勾打掉，也不会出现啊。毕竟官方早就准备了第3季的内容，若这时让你熔掉了，那之后的开季啊，我看迎接的就是客服大保险了。而目前第二赛季熔炼掉基础武器的呢，得到的是玄铁啊，确定可以留到下个赛季哦。好的，这是紧急插入的章节哦。在结算奖励的部分呢，最烂的这个等级哦，会多送一把名品，其余的保留机制跟准备的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啦，可以参考之前的飞升影片。但关于我们的一天开季19集的这部影片的攻略已经没办法用了，因为官方优化了啊，优化。现在从赛季带上去的蓝箱绿箱啊，没有办法再开出包子跟木板啦，也就是开启宝箱剩下宝箱积分以及一些低薪肥料跟碎片啊。什么叫惊喜？之后会有另一个界面呢，来区分这些带上去的宝箱，代表不论大小客啊，所有联盟都要等到第2天晚上车夫可以发放后，才会有箱子可以去补充资源呢。这就是惊喜啊！在那之前，大家一起砍树砍到死吧。总之，从官方赚钱的营运模式来看呢，他的智商绝对没有问题啊，但是他对于优化这2个字绝对是大大的误解。杀人诛心。好的，打起精神回到我们的赛季对策，所以黑鸭为了预防在赛季末可能出现的萝莉杀手卡池啊，是把所有的金箱用穿越大法直接捡起来累积资源。绿蓝箱的部分我们下赛季再开哦，不仅可以累积这个宝箱积分换金红紫箱子呢，而且搞不好下个赛季会有更多的一般的返品武器可以在宝箱中让你抽取呢。若要知道怎么闪避宝箱进约翰楼，请看之前这支影片。好的，再来是传得沸沸扬扬的魔董卓啊，什么蒙袁绍啊、勇吕布等等的东西，到底怎么来呢？还在2、3季的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拿去吃合体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它不是由旧的香蕉直接合体吃上去啊，你必须要再另外抽卡。简单说，就是用旧卡去激活新卡。从卡池抽到 SP 将以后啊 ，SP 将的新等会由旧将的新等来决定。同样的，其他的 SP 角色啊也是比照办理哦。所以你难道真的董卓、袁绍啊这些东西或者武器你全部都要留着吗？其实就要看你啦。我若是在第2赛季，我还是先选择把他们开合体技啊，最好是我吃光后让我永远抽不到袁绍、董卓。好的，来看看开心又爽的哦，没错，就是我们抖音官方发布的 SP 将战斗画面啊。当我们黑特第一次分享给我看的时候，哇，一看到这个鲨鱼，我就跟他说，我刻定了，我这个夏侯渊要成神啊。结果没有，对，经过刚才的分析，你已经知道他不是从旧的武将直接升星给你，你还有得抽呢。再来我们的吕布啊，他这次不当人啊，直接骑着赤兔马霸气出场。
在骑乘状态时啊，永久霸体必定暴击，并且免疫所有的魅惑等控制啊。同时呢，有机会被打下马哦。不确定打下马的机制是什么，但是有人说下马的时候伤害会翻倍，并且在释放怒气机后再次上马。谁能想象有一天曹操变成奶妈呢？没有错啊，新版曹操不再叫兵冲撞了，他的大绝招会恢复全体怒气跟生命。但让主公出来奶的代价也非常昂贵，就是主公快死的时候，他的被动会抓你来当替身挨打。那么三国第一红颜貂蝉呢，在 SP 将强化后啊，会跟随着最高战力的武将释放怒气技。没错，就像英雄联盟的优米啊，即使是追击技也是依附着他，并且帮最高战力的武将增加怒气恢复速度。魔董卓终于洗刷掉奥斯卡最佳男肥料的奖项哦。现在的无双技范围更大，吨位更强，这个泰山压顶压下去绝对不是闹着玩的并且他的被动技能能够持续为队友回血哦，只要友军没有被破防。也有人说，当魔董卓在场的时候，吕布的马匹比较不容易下马哦，所以马匹居然是有生命值能扛伤的了，太恐怖了。而身为最佳肥料男配角的他呢，蒙元绍的确是有做强化啦，除了会帮所有的群雄将领增加怒气恢复速度，大绝打到敌人也会全体中毒哦。再来是莫名其妙加入群雄阵营的九关羽哦，怒气技的部分没有任何改动，就是特效华丽，很有可能是只要有任何浮空条件存在，本来在冷却的飞龙在天啊就可以再次触发。但因为被动改成高几率再次施展青龙在天呢，所以不一定是斩到4下啦，有时候一下就掉下来，是相当难过的事情。总之，我们轻中课的朋友呢，在升星之前确定一下这个武将到底是不是你要的啊。像是剑侠科帕拉丁，我就一辈子都不会帮他升星啊。但其他有一些武将我倒会升起来试试看哦，即使是孙坚爹爹，在未来也会推出我们孙坚的这个强化版，在第6赛季。只能说攻击动画还是蛮用心的哦，并且在最后拥有了霸体状态。毕竟在第2赛季，大家已经品尝了秒天秒地的多连段追击哦，连袁绍都有专属的武器升级呢。好的，那所以在第2季啊，那些用不到的名品的，我们尽量留着都不要升星，而第3季的时候也不要随意把它分解，然后就拿去升兵种了。我们先观察一下在第3季的时候兵种的表现。假如这些所谓的强化兵种，即使升满了也是出来就蒸发掉，那我觉得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至少以目前画面中的表现啊，黑鸭还看不出它有任何用处啊，没有任何一个武将因为它而击退或是发动其他的效果。或许要等到我们军营的力量训练、敏捷训练呢全部拉满，然后小兵的攻击速度快起来，再搭配高等级的兵种，对，例如这个青州兵就戳人还蛮有感觉的。而若升满级的小兵呢，跟张角的黄金兵哦一样容易死去呢，我觉得对战局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呢。感觉最后受益者还是我们的放火队啊，这平衡坏掉了吧？然后呢，官方真的不是我要说你啊，你居然敢把书籍系统也搬下来的话，那真的是天下大坑哦。所以下一季你会有名品要抽，会有书籍要抽，然后你的名将根本摆不完，因为你多了兵工厂，然后又多了一个叫做学堂私塾的东西啊。好的，那下期啊黑鸭会讲到新登场的 S4武将以及新的合体技哦，我们下期再见啦！官方你真的是真脑残啊！